不是哥们，我 ESC 键按烂了，怎么退不出去啊？退游率高达 99.9%， 玩家进去就出不来，甚至还能让你的電腦內存直接溢出，原地爆炸。在 Roblox 裡面，這類流氓霸屏病毒裝都不裝了，名字就叫無法離開此遊戲。如果你不想我的血壓像我一樣飆升，或者單純想看我接下來怎麼被這種遊戲折磨到破防，記得先點個訂閱防走丟。阿貝我直接以身試毒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至於吧？想退出不是按 ESC 不就行了嗎？哎，我怎麼又回來了？不是吧，哥，直接硬控屏幕，按 ESC 都不管用嗎？別急啊 ，ESC 不管用，那我 ALD 加 F4 直接把 Roblox 關掉，你這遊戲不就關掉了嗎？哎，你看這不就……不行了，得找個其他辦法離開這個鬼地方。哦，難道說天無絕人之路？原來真正的出口不是 ESC， 而是通過遊戲內的大門才能出去。什麼意思啊？不全採亮就沒法出去嗎？哎，不對呀，這按鈕我一走開就紅了，一個人可出不去啊！還有朋友可以幫我採一下嗎？好的。等它採亮了，我就自己先跑。哎，我先走一步了，永別了，老龍。為什麼出不去啊？哇，這種流氓霸屏病毒最惡心的地方就是把我出入鎖死後，故意留了個大門。就像現實中的流氓霸屏病毒，它總會在角落留一個虛假的叉號，你總以為點那個叉就能關掉，結果一點後台直接就給你悄悄下載一堆病毒，而這個遊戲裡的那扇門就是那個虛假的叉號。作者給遊戲起這個名字，就是為了激起好奇心騙人進來的，把玩家當成刷遊戲在線時長的苦力。但更可怕的是接下來的這類遊戲，免費獲得 R 幣的遊戲，試問哪個玩家不想靠自己賺到 R 幣啦？於是 Roblox 裡面充斥大量的免費 R 幣的遊戲，這類遊戲是真的嗎？為什麼官方允許他們存在？原來背後是有原因的。我們拿旋轉獲得 R 幣這個遊戲舉例子，在名字很心機的添加 Free Roblox 這個高熱度關鍵詞，讓搜這個詞的人都能看到這款遊戲。然後如果是詐騙的話，你怎麼解釋1000萬有玩次數卻高達89%的好評率啊？這麼多人都打好評，就足以說明值得相信了。但是我開始擔憂的是，工作室居然叫 Pay to Win， 花錢獲勝工作室。Pay to Win 是非常不公平的，而一個派發 R 幣的大善人遊戲，居然是這樣的工作室做出來的，我覺得不妙。進入遊戲後，我非常想知道怎麼個獲得 R 幣法，結果彈出各種新手禮包，加入群組，看廣告。可是我真的很好奇，此時退出絕對我就沒法知道這遊戲怎麼一回事呢。我相信其他玩家也是這樣的吧，所以這個 Pay to Win 工作室才能肆無忌憚的在開頭就惡心玩家，而 Pay to Win 工作室糟糕的吃相，接下來才開始啊！遊戲的邏輯很簡單，玩各種小遊戲，獲得免費的抽獎次數，然後獲得積分，然後通過積分兌換 R 幣。於是我開始玩大量的小遊戲，但真的好折磨啊！你知道為什麼玩遊戲後不能直接給你積分，而是要讓你旋轉嗎？因為就是要故意延長遊戲時間。第一，讓 Roblox 官方覺得玩家很喜歡這個遊戲，都願意長時間遊玩，從而推流給更多的人。第二， Pay to Win 工作室知道你不兌換到 R 幣是不會走的，所以他惡心你的地方越多，你掏錢消災的概率越大。可能有觀眾會好奇啊，我是來賺 R 幣的，我怎麼會花錢呢？不，還真有不少人花錢啊，因為他們覺得這遊戲能賺錢。那我花錢開啟某些功能是投資，R 幣最終都能賺回來了。如果你就是不掏錢，你以為你賺到了？不，遊戲還有大量的看廣告，作者怎麼樣都能賺到錢，看起來很合理啊。作者賺到錢才能給 R 幣我們嘛。看到這，R 幣反而放鬆了警惕，要是他分幣不賺，我還不敢玩了呢。隨後玩了2個多小時，攢夠了15000積分，終於受夠了非常枯燥的小遊戲折磨後，我兌換到了5個 R 幣。他跟我說幾天後才到賬。2000 years later， 已經幾天後了，我剛查過我的 R 幣，沒有任何的變化。我可以100%肯定這一款遊戲是詐騙的。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好評率，以及肯定會有人舉報 Roblox 官方為什麼不管呢？我回去看了一下遊戲簡介，才發現 Pay to Win 工作室一開始就在套路玩家。他先是恐嚇玩家，打了差評的人是不會收到 R 幣的。拜託，我也是做了不少 Roblox 遊戲的人，我壓根不知道誰給我的遊戲打差評好嗎？
配合上承諾，過幾天後給阿幣。一部分玩家幾天後早就忘記了，還記得的玩家也不敢打差評啊，怕都等這麼久了，萬一打差評沒了怎麼辦？所以他才能欺騙千萬玩家，還能做到89%好評率。而難道沒有人舉報他嗎？一定有，但 Pay2Win 工作室的心機又怎麼僅如此呢？他在下面寫了個免責聲明，簡單來說就是這個遊戲只是模擬獲得阿幣的遊戲，也就是說所謂的得到5個阿幣只是模擬啦。Pay2Win 工作室笑着說，模擬獲得阿幣就是遊戲的玩法了，好玩嗎？如果有人憤怒的舉報，Roblox 官方也沒法，因為沒給阿幣而下架他呀。可我覺得 Roblox 官方如果真想做點什麼，給玩家彈出提示，都算是他能做的事啦。但官方沒有啊。好在你們今天刷到了這期視頻，幫大家省下了這幾個小時的青春和寶貴的阿幣。而下一個遊戲是朋友推薦給我的，他說這遊戲詭異的像病毒，那我倒要看看這遊戲哪裡像病毒了。哦，在這殘酷的搶凳子遊戲裡，還有人和我釋放善意，到點了，衝鋒 ！Nice， 搶到了，來到決賽圈了，3個人2把椅子，優勢在我。不是哥們，我椅子呢？完了！哎，有點奇怪，就剛才為什麼我碰不到椅子，結果這個人能坐上去呢？而且前面有件事我也很在意啊，一個消失的椅子，竟然有一堆人專門去搶，這群人不對勁啊！推薦我玩這個遊戲的朋友叫我在聊天框裡面輸入這一段話：你們是真人嗎？哎，怎麼系統給我跳轉遊戲了啊？什麼意思？也就是說，剛才服務器裡跟我跑來跑去的全是人機，兄弟們細思極恐啊！這遊戲看似是個100人聯機的小遊戲，實則是個完美的偽裝木馬病毒。這99個人機只不過是病毒為了騙我留下來的偽裝，病毒真正的目的是當我察覺到違和感的時候，告訴我就連身邊的人都是假的，直接讓我陷入懷疑，想想就可怕呀！下一個遊戲微笑房間，看名字還挺友好的，吧。快離開這兒！哇，什麼意思？這遊戲明顯不對勁吧？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別急，我先來看看怎麼回事啊！哎，完了，救我出去！救我出去啊！哇，這地方就離譜，把我新買的衣服搞破了。我倒要看看這個病毒還能整出什麼火。喲，怎麼還放老鼠嚇人呢？哎，哇，我心臟不好，別搞我哦。很好，下個又是什麼跳連？我已經做好準備，不怕你了。感覺這裡好像用血肉鑄成的迷宮，我會在哪個轉角藏個怪物吧？哎，等等，這是什麼生命體嗎？肉彈衝擊。哎，別急，把我擠上去了，我。太詭異了，剛好迷宮這有個缺口吸引我注意力，剛好出現2個培根頭，剛好把我推下懸崖，這一切都太巧了。他們是怎麼做到剛好在迷宮裡找到我的，還順便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懸崖的？細思極恐啊！他們真的是活人嗎？還是說他們也是病毒的一部分？我感覺這個地牢越來越詭異了，地上隨處可見都是玩家的屍體。救我！救我！不，有什麼事冲我來，別動他！拿來吧你！哎，不是哥，他都還在冒血沒死透呢，你是不是太心急了？哎，沒想到吧，我還能復活。怎麼這麼多人圍在那呀？開什麼玩笑，趕緊跑啊！到我了，輪到我舉高高了。6，作者這輩子都想不到，他用來嚇人的殺人魔會被當成娛樂工具。幸好我剛才死得早啊，不然現在想死都得排隊了。笑歸笑，但前面各種跳臉和詭異事件別忘了，這才是這類惡性彈床病毒的真面目。就你會發現，說是微笑房間，實則裡面充斥着各種跳臉嚇人的惡意彈窗，就跟早期網上那種關不掉的鬼圖網頁一樣，純粹就是為了惡心人啊。而在 Roblox 裡面，他們就是披上偽裝合法病毒，名字看似人畜無害，但真點進去，那 Sam 值就得哭狂掉了。觀眾朋友們，點訂閱吧，祝李阿貝衝30萬訂閱。下一類病毒的代表，打破 Roblox 的漂浮點，光是看這個封面就很崩潰啊，人物都變形了喂。作者人還怪好的，提醒我設備太差就不要玩了，怕我設備崩潰了。所以我很好奇，這款遊戲到底怎麼讓我設備崩潰的？這周圍啥都沒有啊，沒招了，摔死重開好了。哎，所以這是個蹦床遊戲嗎？不對，我怎麼開始抖起來了啊？嗨，兄弟，我現在飛太高了，身體有點哈的發抖啊！
1分鐘過去了，這遊戲玩法有點詭異啊！遊戲作者希望我玩得開心，但我的心情就跟我的人物一樣崩潰啊！就我人一直在空中飛，然後看着我的人物從最開始的初具人形到現在的抽象畫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兄弟們，我現在電腦已經快卡爆了喂，都已經看不出這是我了。這類遊戲就是 Roblox 上典型的數據溢出病毒，看似人畜無害，實則點開後文件會無限膨脹，把電腦內存吃乾抹淨。好消息是，這遊戲作者還挺講武德的，事前提醒我們可能會崩潰。但壞消息是 ，Roblox 上這類合法病毒依舊很多，其他這類病毒可能就直接臨陣起手攻擊我們的電腦。從強行霸屏的牢籠、全員鬼影的木馬，到惡意跳臉的彈窗、收割貪婪的木馬釣魚，再到最後硬核吃內存的數據溢出，這些 Roblox 上面偽裝成遊戲的合法病毒，精準的利用玩家的好奇、貪婪和恐懼，這也難怪他們退遊率高到99.9%啊！不過沒關係，以後再遇到這種大坑，交給阿貝我來替你們踩就行了。想看更多有趣的 Roblox 視頻，記得點讚和訂閱哦！我是小貝的遊戲食堂，我們評論區見。